印度媒体称印度为全球第4军事强国，不过呢，却遭到了印度网友们的群嘲。他们认为印度早已经超过了俄罗斯，即成为美国外世界第2军事强国。而在油管等各大军事排名的评论区内呢，大兵也屡次看到这种说法。今天大兵就和各位聊聊印度的军事实力究竟几何。在俄乌战争爆发之前呢，印度维持着全球第2高的现役军队。根据国际战略研究所在2021年的统计，印度拥有近120万的现役部队，除此之外还有210万的预备役以及130万的准军事人员，是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军队之一。作为对比，俄乌战场上目前双方活跃的兵力大概是不足100万。制造如此庞大的一支军队，印度的兵役制度就值得我们关注了。印度的兵役制是源自于英国殖民时期，采用募兵制，士兵通常会在军队中服役很长时间，同时在印度当兵也是一个铁饭碗，因为印度士兵的月薪和平均工资挂钩。不仅如此，还有退休金，因此许多印度年轻人在就业情况不佳的情况下呢，都会选择参军。然而这种征兵方式虽然能在表面上维持印度军队的规模，但士兵素质难以保证，因为大家来当兵都是为了钱，而且已经进入部队就是铁饭碗了，很多中年士兵战斗力不高，却依然吃着军饷，这对印度军队的战斗力造成了很不好的影响。于是在2022年，印度进行了军事改革，首先是打碎铁饭碗，直接将原来19年的最低服役时间缩短到4年，将大量的高龄老兵退伍，使印军的平均年龄从35岁下降到28岁。同时大量的军饷预算被节省出来，用于加强印度军队的现代化和武器采购。可以说2022年莫迪推行的印度军改是印度军队走向现代化的重要一步。然而光优化士兵结构还没完，印度的指挥系统同样比较抽象。印度军队的每个军种都有数个司令部，每个司令部都由1名将军带领，这就导致印度军队的结构极其松散，联合作战的难度很大。当然这也防止了军事独裁。不过在印度政坛稳定后，这种军权分立的制度就制约了印度军队的发展，因为在现代战争中，联合作战能力是军队相当重要的作战能力。美军在伊拉克和叙利亚的表现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但对于印度来说，如何让上百万的军队整齐划一，进行协同作战是一个艰巨的任务。2021年6月，时任印度总参谋长的拉瓦特专门组建了一个8人小组，专门负责联合战区计划的调整。虽然印度军方尚未形成详尽的战区制度改革方案，但是呢，拉瓦特多次阐述了他的改革思路，表现出一种箭在弦上不得不发的决心。在2020年2月的最初计划中，拉瓦特声称将组建2到5个联合作战司令部，其中半岛司令部和防空司令部将首先在2021年建立，并在查莫和科什米尔单设司令部，每个联合作战司令部都将拥有陆海空力量，并在统一指挥下处理特定区域内的安全挑战。然而在实际政策过程中，这项改革的具体方案始终没有明确，给人一种走一步算一步的感觉。2021年3月，印度宣布首个联合作战司令部海上司令部将在2021年5月启动，而集中3军防空资源的防空司令部会在4月成立，但最终到了21年9月中旬，防空司令部被取消了，取而代之的是4个联合作战司令部设计，类似于俄罗斯的军区制度，分别是西方司令部、北方司令部、海上司令部以及ANC 司令部，他们分别负责印度4个方向的防御。同时为了配套联合战区司令部，印度政府在2020年的11月批准在孟买、古瓦哈提和布莱尔港建设第一批次的3个联合后勤节点，这些军事设施将为印军提供武器弹药、口粮、燃料运输和工程等后勤支持。印度总统的批准文件提到，这些后勤节点将整合3个军种的共同后勤功能，并作为未来完全联合的前奏。可以看到，印度通过控制后勤的方法，进而促使之前相对独立的各部队进行协同作战。这对于人数众多的印度军队来说，不可谓不是一个好办法。但大兵认为，后勤系统呢是印度军队最大弱点，因为印度军队的武器系统标准化十分之低，不仅有俄罗斯的武器，还有北约和印度自产兵器，可能一支印度军队里就有好几种步枪。根据不保守的估计，印度军队需要163种弹药，而其中呢，印度仅能自产一半弹药。
根据现代战争情况来看，一支军队在开战前至少应该预备40天的后勤资源，但根据20年的一份报告，印度军队的后勤系统只能维持7天的供给。当然，这份报告有些过时了，现在印度军队后勤肯定不能和4年前同日而语，但不可否认的是，其后勤系统依旧处于发展之中，相对比较薄弱。印度陆军有坦克3000多辆，其中主力是俄罗斯的 T90MS。该坦克防御力优秀，但综合性能和可靠性堪忧，在俄乌战场的表现可见一斑。而印度特供的 T90MS 在瞄准系统和观瞄设备都采用了印度国产设备。除此之外呢，印度还有国产坦克阿周纳，这款坦克可以说是多国混血，我们能从它的身上看到俄罗斯、德国以及英国的影子。1974年，印度启动了阿周纳主战坦克研发计划。然而，当时印度还没有一个完整的坦克工业研发体系，国防工业完全依赖进口苏联。但由于其左右逢源的政治立场，印度也可以从北约获取资源和设备。于是，印度国防部决定以德国豹2主战坦克为模板，与西方军工企业合作研发阿周纳主战坦克。如今服役的阿周纳 Mk1 主战坦克在外形和总体布局设计上与早期型的德国豹2主战坦克非常相似，动力和传动系统也完全来自德国，包括 MTU 公司的水冷涡轮增压柴油机和 ZF 公司的 LSG 3000型自动传动装置。然而，德国的 MTU 公司的柴油机性能虽然出色，但德国精良的工业艺术品到了炎热多沙的印度时就显得有些水土不服了。1993到96年期间，阿周纳原型机在测试中频频出现问题，不仅动力不足，还经常性的出现过热问题。同时，武器系统也是阿周纳坦克的问题之一。该坦克并未采用德国豹2主战坦克的莱茵120毫米滑膛炮，而是引进了英国的120毫米线膛炮技术。即便之后印度呢也拥有了 T90 坦克125毫米滑膛炮的制造许可和技术，但是印度依旧坚持采用线膛炮，这成为了阿周纳坦克最大的问题。线膛炮相较于滑膛炮，不仅磨损率较高，同时其炮口初速也要低于滑膛炮，这直接导致坦克在发射脱壳稳翼穿甲弹时贯穿力较为薄弱。如今英国的挑战者3坦克也将线膛炮改为了滑膛炮。这一系列设计的失败导致了阿周纳坦克的失败。印度采用了大概100多辆该坦克，每辆成本高达800万美元。但2015年呢，其中75%的坦克都被停止使用了。之后，印度陆军就很少自行开发重型设备了，其军备采购大多是通过进口和定制化。比如，印度陆军现在唯一的自行火炮 K9，就是印度从韩国采购的 K9 火炮，在印度进行了组装。该火炮吸收了阿周纳的失败，转为了沙漠和高地作战而特化。同时呢，还有特殊的观瞄镜，这使得其可以像主战坦克一样直接向目标开火。总体来看，目前印度陆军的装备高度的俄罗斯化，这就是为什么印度和俄罗斯的关系比较微妙。但综合实力呢，和俄罗斯陆军相比还是存在一定差距的，起码大多数俄罗斯武器还是完全能够国产的。印度海军呢起步较晚，到了90年代初，其总人数也不过5万人。但印度对于航空母舰是有着独特追求的，虽然只有11艘驱逐舰，但是却有2艘航空母舰了。除了向苏联购买了一艘基辅级航母外，还国产自研了一艘维克兰特级航空母舰。该舰最初呢视为印度骄傲的象征，却没想到接下来一连串事故让印度海军成为了世界上最有味道的海军。2008年，印度从美国购买的2手船坞登陆舰加拉什瓦号，因为厕所化粪池太久没有清理，消防措施不到位，引发沼气爆炸，造成了6人死亡。2016年，根据美联社报道，正处在维修状态的维克拉玛迪亚号航母上，船上厕所内的一根管道发生了破裂，伴随着排泄物喷出的还有大量的有毒气体，导致6人昏迷。1名印度海军水手和文职人员在之后因为抢救无效而死亡。2018年2月13号，当时还在造船厂的维克兰特号边上，还有一艘排水量高达11000吨级的钻井船正在维修，但是该船的沼气池内呢，居然有200多吨的粪便没有清理。一位不知情的船厂工人在路过时扔了一颗小小的烟头，瞬间就引爆了沼气，导致200吨的排泄物全部飞上了天空。
根据媒体报道正在建设的维克兰特号在喷漆之前就被染成了黄色，足以想象当时的味道虽然这次爆炸没有对维克兰特号造成太大伤害，但在其精神层面上给该航母是留下了深深的烙印。可以看出印度海军的管理极其混乱，其事故率之高令隔壁的俄罗斯海军都自愧不如。事故之频繁，事故原因之低级，足以让人感觉诡异。比如说2013年8月14号凌晨，印度海军停泊在港口的基洛级潜艇辛杜拉克沙克号突然发生爆炸，原来是印度海军水兵自己胡乱操作，引爆了潜艇上的潜射导弹。其中呢，一发从鱼雷管发射了出去，击中了码头，把停泊在旁边的另一艘潜艇海珍珠号炸成了重伤。另一枚导弹呢，则在鱼雷发射管里爆炸了，直接炸沉了辛杜拉克沙克号潜艇。印度也成为世界上首个利用潜射导弹击沉潜艇的国家了。2021年，印度防务新闻称，印度拥有亚洲最强的空军，不仅拥有丰富的作战经验，数量也不少，装备了总共1645架飞机，包括来自法国的阵风、幻影，来自俄罗斯的米格29、苏30，美国的 C-17 环球霸王等等。但印度飞行员的素质实在是堪忧。印度官方称，每个印度飞行员的培养首先要经过空军飞行学院的初级训练，飞行员学制半年，领航员学制1年，毕业学员升入印度空军学院。空军学院设有中级飞行训练班等等，学员会在这里呢学习42周甚至到4年，之后呢还能升学到印度空军的最高学府印度空军空战学院。从这里毕业的学员一般担任飞行部队更高一级的指挥或参谋职务等等，看起来是有一套完善的培训体系了。但是印度空军的坠机率却远超正常水平。印度军事网站 IDRW 2021年1月1号发布了近20年来印度空军战机坠毁记录报告，内容显示，印度空军在这20年里呢，因坠机事故共计损失了176架战斗机、攻击机，平均每年是损失 8.8 架。最极端的2002年，印度空军一年坠机了21架。坠机事故如此频发，主要和印度空军的维护有关。在2004到2007年间，印度空军有29架军机坠毁，其中呢，由印度斯坦航空公司制造或者进行维修的也有26架。该公司就是光辉战机的制造企业。该公司从上世纪60年代就开始组装米格21系列飞机了，但半个世纪后，该公司仍未完全掌握该飞机型号的维修技术，以至于印度飞机损坏还要将其送回到俄罗斯维修，可见其科技水平之一般呢。同时，由于需要维护印度、俄罗斯和北约战机，其技术和配件是要更加复杂。刚刚大兵介绍过了，印度的后勤部队要同时负责海陆空三军，其出错的概率相当之大。要是陆军后勤出了差错，那还好说，可对于空军来说，少一个螺丝钉就会要了人命啊。所以印度空军只能算是中规中矩的状态，要是放在俄乌战场，很难说其表现是要优于俄军的。总体来说，印度军队虽然拥有一定的战斗力，但其弱点也很明显，主要是在于现代化开启的过晚，以至于到现在还有很多不完善的地方。同时，其国防建设缺乏自主化，相当程度的依赖于俄罗斯，这也导致其和俄罗斯的关系始终暧昧不清。如果一定要将其和俄罗斯军队比较，大兵认为在部队的软实力方面，印度和俄罗斯还是有一定差距的。至于世界第2军事强国这个名头，印度恐怕也承担不起。既然知晓了印度的军事实力，我们就可以知道为什么莫迪会在这个时间点主动去和普京搭线了。7月9号，莫迪和普京在联合声明中表示，印度和俄罗斯将在政治、军事、能源和技术等领域展开广泛合作。这对于长期陷入战争泥潭的俄罗斯来说，无疑是个好消息，毕竟其为数不多的盟友又多了一位。而印度呢，也能从中收获颇丰，比如说莫迪这次访问为印度赢得的大单绝对不过分。根据战争研究所在军事合作上，印度将向俄罗斯提供关键援助，包括印度生产的俄制武器、相关备件以及维修服务。虽然印度军工一直因质量低、事故多、效率差而饱受诟病，但它毕竟是形成了一个较为完整的体系了。而且印度军工呢，特别是地面装备的生产和维护，基本都是俄制的，与俄罗斯相互兼容。而且对俄罗斯来说，经过长期的俄乌战争，
俄罗斯虽然尽可能的在扩充军工生产，但在广袤战场和巨大损失面前，仍然面临着产能不足的困境。随着苏联时代的重装备库存被大量消耗，这种困境在进一步加剧。想要在短时间内改善这种困境，俄罗斯只能寻求外援。从2023年起，俄罗斯开始向朝鲜采购大量的炮弹和部分导弹，还向伊朗采购了无人机。然而，这2个外援呢，也各有问题。伊朗提供的武器数量有限，朝鲜虽然量大，但技术严重滞后。比如说，朝鲜可以提供122毫米榴弹，但无力提供俄军最需要的新式长管152毫米火炮的弹药以及远程火箭炮弹。在俄罗斯目前的选择中，能同时满足量大而且技术同步的只有印度。得益于印俄之间持续的大规模军事合作，印度可以生产比较新式的俄制武器。虽然质量存疑，但总比没有好吧。而且俄罗斯可以向印度派出更多技术人员监工和帮助。毕竟现在不是挣钱的时候，而是救急的时候。印度敢于向北约唱反调，给俄罗斯提供军事援助，获得的收益不仅仅是卖武器和零件的钱。俄罗斯将继续向印度出售大量的廉价能源，还允许印度参与俄罗斯的天然气项目。此外呢，印度还将获得俄罗斯的核技术支持，帮助建造适合热带地区的核电站，这对提高印度的发电能力至关重要。大兵还记得，当初呢，俄罗斯让印度$1买航母，结果呢，被俄罗斯坑了29亿，当时2国关系降到了冰点。但如今呢，双方在共同利益面前又变成了亲密无间的兄弟。可见，在国际关系中，利益往往是决定国家方向最为直接的原因。对此，各位有什么看法？欢迎发表在评论区。本期视频到此结束，我是大兵，我们下期再见。